大家好，欢迎来到语文老师的频道。X 上经常有网友拿中国政治教材和台湾政治教材做对比。前一阵子有人分享了台湾高中政治课本《公民与社会》中的一道例题，那道题目是这样的：中国大陆武汉市的李文亮医师于2019年12月在医学院群组里发出讯息，说武汉海鲜市场有7个病患出现呼吸道症状，是类似 SARS 的冠状病毒疾病。李文亮医生是在新冠肺炎出现时最早警告临床医师们注意病毒攻势的人，但后来却因此接受训诫，说他散播谣言，还签下了训诫书。李文亮医师因当了吹哨者而被迫道歉，而武汉疫情在中国也一发不可收拾。中国官方错失防堵疫情的黄金时间，造成肺炎疫情蔓延及全球，而李文亮医生也因染疫病逝。不论中共官方或是 WHO 都对李文亮的逝世表示难过，并赞扬他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贡献。请问上述中国政府一开始对李文亮医生的做法显示该国人民缺乏何种公民权利？选项是 A 文化权， B 社会权， C 政治权， D 自由权。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是 D 自由权。因为李文亮作为公民发出真实的疫情预警，却被当局以散布谣言为由训诫，这侵犯的是言论自由，是自由权的核心内容。网友看了台湾的政治教材，评论说，什么时候盐碱地也能得到这样有逻辑的教育？某领导的泳裤都能进入博物馆的国家，怎么会让百姓知道什么是公民权利？有人把这道例题发给中国的 AI 豆包，豆书记很聪明，说这是恶意造谣，抹黑中国。这道题目放在台湾高中课本里，考的是学生能不能用公民权利的框架去分析一个真实的政治事件。而在中国大陆，李文亮这个名字假如能进教材，也只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就是抗疫英雄。至于他被训诫签下保证书，那是提都不会提的。带着好奇，我把台湾高中的政治课本和中国高中的政治课本都看了一遍。台湾用的是三民书局的《公民与社会》，中国用的是人教版的《思想政治》。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两套教材表面上都是在教政治，但培养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今天我们就做一期台湾和中国政治教材的对比。首先是国家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两地的教材是如何探讨国家权力来源的呢？翻开台湾的《公民与社会》第一课《公民身份与国家主权》，开篇讲的是一个马利共和国的难民贾萨马在巴黎救了一个小孩，法国总统马克宏亲自给他颁发奖状，同时授予他正式的法国公民身份。教材用这个故事引出一个核心问题：公民身份为什么可以视作一种奖励呢？接下来教材追溯了公民概念的思想源头。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洛克提出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基本的自由财产应受保障，国家不得侵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写了一本《社会契约论》，强调主权在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的权利来自人民的授予，人民授权委托，国家有责任保障权利。台湾宪法第2条写的是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翻开中国大陆的教材，与国家政体相关的内容并不写在必修教材中，而是出现在选修教材里。也就是说，它不会出现在高考中，老师不用讲，学生不用看，只需要把必修的知识点死记硬背就行了。在选修1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中，第一课是国体与政体。你猜中国是怎么定义国家的呢？教材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然后教材下了一个结论，从国家的本质看，所有国家都是一定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专政，专政就是统治阶级凭借国家权力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直观感受一下这个定义的分量，台湾教你社会契约，人民自愿结合成国家，国家的权利来自人民的授权。中国教你阶级专政，国家本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中国教材还说，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原来呀，民主不是什么普世价值，民主就是统治工具啊。我们的民主为我们的统治阶级服务，他们的民主为他们的统治阶级服务。教材还阴阳了一下美国民主，说美国号称民主的典范，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先说美国虚伪至极，再让你觉得自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才是货真价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修3说，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对少数敌人实施专政。那谁是敌人呢？是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破坏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各种颠覆破坏活动。危害社会主义这顶帽子很大，谁来定义危害呢？当然是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句话在2018年甚至写进了宪法。
看出差距了吗？台湾的教材起点是洛克、卢梭，天赋人权，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是从下到上的逻辑。中国的教材起点是马克思、恩格斯，阶级专政，国家本质是统治工具，党是代表人民使用这个工具，逻辑上是从上到下的。党这个大家长替你做选择，替你定义人民和敌人，然后告诉你这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一边是主权在民，一边是党领导一切，这其实是隔着海峡的两个世界。第二点，我们对比一下你有什么权利。台湾的教材梳理了公民权利的演变史，把权利分为4类：自由权、政治权、社会权和文化权，特别强调了这些权利的扩展不是统治者的恩赐，而是人民争取来的。有诚意的教材还会讲述自己的黑历史。台湾教材大方的提及在戒严时期多种自由权受到国家的管制，比如书籍出版前要先通过审查，人们没办法合法上街头集会游行，而且政府还会介入司法，侵害人民的诉讼权。然后再讲民主化之后怎么一步步废除出版法，修正刑法保障言论自由，修正提审法保障人身自由。这张教材插图是郑南榕出版的著作被列为禁书的图片，郑南榕则是一个为了言论自由自焚的人。台湾的高中课本是敢把自己政府曾经的黑历史、曾经的压迫拿出来给学生看的。反观中国的教材呢，从必修1234到选修123都没有人民的权利这样的单元。必修3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但课本内容就是党八股，坚持这个坚持那个，牢记初心，艰苦奋斗。你不写以我为中心，我能有什么权利就罢了，你还插入了一个相关链接，把习近平写的《念奴娇·追思教育录》放上来了。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用一章的空话来写怎么当个好官。必修3呢，还提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里面给你出了道题，让你探究其中的政治内涵。这张版画叫斗选，描绘的是1948年革命根据地大河村，村民要选出自己的干部，但村民不识字呀，所以大家就往候选人的碗里投豆子。看完是不是以为要讲公民权利了，要讲投票了？结果教材话锋一转，先吹捧自己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再拉踩西方，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最管用，能够杜绝西方国家常见的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开空头支票的问题。不跟你讨论权利的边界，不讨论权利是怎么争取的，直接告诉你西方坏，咱们好，咱们有事儿好商量。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教材也会提到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这些权利的前面永远挂着一个前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一部分我们也提到过，教材说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服务统治阶级的，意思就是民主不是普世的，是有阶级属性的，所以你的权利自然不是天赋的，是党给的。总结一下，台湾教材教你有这4种权利，政府侵犯它你可以告政府。中国教材告诉你，党给你权利，你别管是什么权利，你要感恩。一个培养的是权利意识，知道什么是我应得的，一个培养的是感恩意识，一切都是党给的。读完中国的教材，自然会强化人们的一些观点，比如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呢？没有共产党谁来养活这10几亿人口呀？再换一个政党就能比共产党做得好吗？第3点是政府做错了要怎么办？你是会问责呢，还是选择服从呢？台湾公民与社会第2课是民主治理与公平正义，其中花了很大篇幅讲克责这个概念。香港和中国的常用词是问责。克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有义务向人民解释施政内容并承担责任，人民不能只是被动期待官员展现道德感来负起责任，而是需要明定法规及行政程序，授权民意代表进行监督，让政府在时限之内完成制度所课的责任，并在失信于民时主动道歉、说明、检讨改善，乃至要求失职官员调动职务、辞职下台。教材还使用了参与式预算的案例，就是说政府对民众说，我这有一笔公共预算，你们来决定怎么花吧。从2015年开始，台湾各地方政府都陆续做了这件事。比如说2017年，高雄市有一个滨县文化廊道，就是让居民开脑洞，开会讨论出一些方案，再投票决胜负，最后胜出的方案政府花钱来做。这个案例就能很生动地告诉学生，民主不是说4年投一次票，然后坐等下一个4年，很多公共事务你是可以直接参与和决策的。第2课的最后，教材还搬出了唐凤推动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告诉学生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为了消除政府决策黑箱的疑虑，成立了国家媒体提案中心，让高中生可以发表意见，而且已经有高中生上网提案联署成功，比如延迟上学时间、禁用免洗餐具等等。中国的朋友看到这一段，可能会联想到李老师团队之前做的611 ICU 项目，项目讽刺学生早上6点上学，晚上11点放学，最后住进 ICU。
这个项目投稿人之多，恰恰说明了中国没有一个让公众提问的窗口。被压到无法喘息的学生只能翻墙上外网投稿给李老师，想借此靠海外舆论给中国政府施压，这正是一种问责无门的体现。回到中国的政治教材，他怎么讲纠错机制呢？毕修三说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里面引用了邓语录，说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所以纠错逻辑是党自己管自己，党犯了错，党自己改。台湾教的是政府做错了，民众可以监督问责，可以逼他改正。大陆教的是党会自己改，效率可高了，你不用操心。一边是制度化的外部监督，一边是非常自信相信组织的内部纪律。第4点是台湾和中国在教正义观时差异很大，大家对公平的解释非常不同。台湾第2课把公平正义拆成了5个层次，第1层是形式平等，比如1人1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2层是实质平等，就是说根据人们的差异综合调整分配的做法。如果忽略人们的差异，都采用一个标准，会产生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一致标准可能只来自某个社会群体。有人觉得春节是所有人的节日，要作为国定假日，但春节是汉人的节日，对台湾原住民来说，最重要的庆典是丰年祭，原住民却要跟着汉人的文化放假，自己的重要庆典反而要特别申请假期。第2个问题是，一视同仁会对某些族群形成不利处境。人行道上高低不平或者有台阶，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不是问题，对身心障碍者、小孩或年长的人可能造成莫大困扰。所以说，针对不同族群的差异性做不同对待，才能够称为实质平等。第3层是合理的差别待遇，比如考虑到生理性别的不同，妇女每月可以申请1次生理假。这一层让我想到了前几天的一个事件，3月中下，有一个乘客在火车卧铺上突然生理期，但列车上买不到卫生巾，他不小心弄到了床单上，被列车工作人员要求自行清洗或赔偿180元。这个事件引发了一场熟悉的争论，火车要不要售卖卫生巾？类似的话题每隔几年就会吵一次，重点不是卖不卖卫生巾，是人们怎么看待这种需求。卫生巾和纸巾、创可贴这些必需品有什么区别呢？有网友试图解释，上火车身份证是必须的，但还是会提供临时补办身份证的地方。身份证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有人忘记带，卫生巾忘记带，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会发生呢？这一类比继续被反对者炮轰，找什么借口？自己的失误自己承担后果，凭什么让大众给你买单？忘带证件可以补办，手机没电可以充电，但到卫生巾这里，逻辑就变成了你自己的问题。需求者要不断被质疑，为什么你不自己提前准备好？当不方便只发生在某一群人身上，社会选择忽视而不是解决。一个公共空间甚至不愿意正视这是1半人口的真实需求。这个事件放到第3层合理的差别待遇来看，十分可笑。台湾的公平正义已经在聊生理假了，而中国连铁路能不能售卖卫生巾都还在吵。售卖卫生巾甚至都不是说希望列车免费发放卫生巾，连待遇都算不上，都谈不到聊差别待遇合不合理。可即便如此，网上依然存在很多反对售卖的声音。回到台湾教材，公平正义的第4层是积极性平权措施，比如规定一定规模的机构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身障者。第5层是转型正义，就是说对过去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要做一些善后工作，要替过往受政府迫害的民众平反。这些层次是层层递进的，因为人同时具有2个方面，一方面每个人都是人，拥有普遍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每个人也是具有各种差异的社会成员，必须考量不同群体的背景。中国的教材又是怎么讲公平正义的呢？必修3用了很小的篇幅提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提到了平等允许合理的差别，针对特定群体应给予特殊的优待和保护，比如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但这就到头了，对比台湾的教材，这算是提到了第3层。可笑的是，在聊人人平等的部分，中国教材插入了一个案例。我国民法典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说做好事是有法律保障的。可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有老人摔倒是没人敢扶的。中国的教材也肯定不会出现转型正义4个字，因为那意味着要清算过去的政治压迫。反右、文革、6·4这些内容在教材里要么不存在，要么短短的一句走了弯路。相比于台湾正视自己的白色恐怖228，中国对自己的黑历史依然是讳莫如深。总结一下，台湾教材把正义当做一个不断深化、需要民主参与才能层层实现的过程，中国教材把公平正义简化成了由党和国家保障的结果。第5点是国家认同的建构方式不同。台湾教材第1课讲了国家认同与多元身份认同。当一个人对一个国家产生肯定及归属感，认同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与这个国家的其他成员祸福与共，进而愿意对这个国家付出，就称为国家认同。19世纪之前，欧洲民众效忠君王、贵族、自身的家族等等。19世纪中期，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国家认同建立在血缘、语言、文化相近的民族。现代国家的国家认同更强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所以说，欧洲民众从效忠统治者过渡到了今天的拥护共同价值。现代民主国家主要以民主法治价值为基础，让多数人不论性别、种族、宗教等，都能依据公民身份享有国家保障的公民权利，进而强化国家认同。这一章节里，我很欣赏台湾教材对多元身份认同的讨论，比如身障者的身份认同有从残障到身心障碍者的证明过程，原住民族的身份认同包括为他们恢复族名、族语认证等等。教材还专门请了原住民导演马月比吼写了一段文字，控诉100年来原住民被迫学习成为日本人，然后学习成为中国人，再要学习成为台湾人。这些内容是中国学生完全无法想象的，教材里绝对不会出现的。中国教材的国家认同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上。必修3的第1单元开宗明义，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选修1专门讲了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强调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至于台湾问题，立场只有一个，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对比，台湾教材居然把两岸主权争议的4种立场都列了出来，统一、独立、维持现状和其他可能，同时列出了大陆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让学生自己了解和思考。这就高下立见了，中国教材只有一种立场，没有第二种可能。做教材对比，你会发现最大的差别是教科书怎么跟学生对话。台湾教材几乎每一节都涉及了开放性问题，比如关于新冠问学生，你觉得防疫搜集个人移动轨迹并向全国公开的手段是不是侵犯了人民的隐私？在大众健康安全与公民权利之间应该如何权衡？关于投票的年龄询问，你认为选举投票的年龄限制应该降为18岁吗？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有国中生问你为什么国家不让国中生也能投下选票，你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很生动，也很贴合现实世界，没有标准答案，不是在测试你背没背下来，而是在训练你的思考能力，预设你是一个可以独立判断的人，鼓励不同观点的碰撞。而中国的教材类似的模块叫探究与分享，让学生引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实例，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请你谈谈对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句话的认识，直面各种质疑，澄清基本事实，阐明党的宗旨，论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这些问题的结论是已经写好的，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是领导核心。你的任务不是质疑，不是辩论，而是论证一个预设的结论。这是在教你写申论，写八股文。台湾教材在培养公民独立判断，参与讨论，形成自己的立场。中国教材则是在培养螺丝钉，理解党的精神，背诵正确答案，论证预设结论。一个是我思故我在，一个是党说故我信。最后我想聊几个台湾教材里有，但大陆教材里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概念。一个是我们之前做过的影片民粹主义。看台湾课本之前，我是没有想到台湾会在课本里教什么是民粹主义的。教材写道，民粹主义往往是以社会处境较不利的人民为中心，批判既有的政治精英，并且对议会、官僚、司法制度为首的政治体制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还直接拿2016年川普和英国脱欧当例子，告诉学生民粹主义的危害。中国教材里民粹2个字自然不会出现，因为按照这个定义，强调个人特质，诉诸简单的解决方案，说着日常庶民语言，宣称代表人民，实则威权，这些描述加起来一下子就能联想到什么，对吧？第二个是关于集权和威权的定义，台湾课本的知识补充部分直接定义了这2个概念。集权统治是种无所不在的政治支配，监控人民的所有行为，全面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例如北韩。威权统治者重在对反对势力的压制，关心自己能否牢牢掌握权力，例如新加坡。中国的教材肯定不会出现集权和威权的概念框架，因为按照国际学界的分类标准，中国自己就在被归类的范围内，中国才不会教学生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反过来可以用来分析中国体制。教材的重要性不需要多说，它可以塑造一代人的思维框架。台湾的教材告诉10几岁的年轻人，你是公民，有权质疑政府，监督权力，参与决策，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你的授权，如果他做得不好，你可以换掉他。世界上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你要倾听、辩论，形成自己的判断。社会上有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的不是施舍，而是结构性的平权。中国的教材告诉10几岁的年轻人，党带领你从苦难中站起来，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我们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西方那套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的任务是相信党，跟随党。给学生喂的内容不同，教出来的自然思维行为都不同。台湾的年轻人会上街抗议，在网络上质疑政府，对任何权威都保持怀疑，也知道怎么用制度和理性去解决问题。中国教材教出来的学生可能成绩非常优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答如流，但遇到社会上的不公正，比如烂尾楼、强制隔离、被摔倒的老年人讹诈，他们就会发现课本里的人民大家做主，社会主义民主是最管用的民主，在现实中根本兑现不了。有位中国家长在社交媒体上求助，说他儿子刚上3年级，学校安排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课程，问家庭教育怎么对冲习近平的洗脑。这条消息在 X 上获得了300多万的浏览量。其实答案很简单，把台湾的公民与社会课本给孩子看一看。不是说台湾的课本是完美的，而是因为它至少给了你很多视角，让你有权利提问，也有权利说不。好了，今天的台湾和中国政治课本对比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留言告诉我们吧。记得点赞、订阅和热推，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我们下期见，拜拜。